點樣為之左膠呢？思考翻左同右嘅概念呢，其實唔係一個咁清晰、咁簡單嘅。好多時會話啊，例如左翼係重視平等，咁大家就會覺得啊，係咪因為佢太重視平等，乜都要平等，咁所以搞到有咁多問題，或者啲政策唔 make sense。調翻轉右翼呢，好似太重視自由，因為你要自由市場，因為你要唔干預，咁所以呢，咁樣就於是就會出現可能貧富懸殊好嚴重。即係如果我哋用價值層面去理解，好似會理解左右係各自企咗一個價值。咁於是大家去到呢一步咧，大家就唔知點討論落去啦。平等應該係好事啊，自由應該又係好事啊。咁如果一邊係撐平等，一邊係撐自由，咁點揀呢？ Hello， 大家好啊，翻嚟學識開咪。嗱，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傾下一個咧，即係大家都可能會成日聽嘅一個概念啊，就係叫左膠啊。即係話說咧，即係最近又有一套電影咧，就叫做《奧德賽》啦，《Odyssey》咧，就引嚟好多人嘅評論啦，就話咧啊，點解電影嘅導演咧又揀咗一個黑人咧去做電影裏邊原本嘅呢套經典嘅一個即係好靚嘅白人女角咧咁樣樣。嗱，其實呢一套電影嘅呢一個爭論咧，同我諗一般以往咧，我哋都好多類似嘅一啲，都同一啲所謂嘅 DEI 嘅問題啊、女權嘅爭議啊等等咧，都牽涉到有左右右呢啲咁嘅概念嘅。咁所以今日咧，我就邀請咗咧好青年荼毒室嘅洪恩咧，同大家一齊介紹下、傾下關於呢啲左右嘅問題啦。喂 ，hello， 第一次上學識嘅節目啊，因為見你哋咧個 YouTube channel 呢排都討論好多唔同嘅議題。即係都幾有趣，所以今次特登嚟傾下呢一個問題。係咯，即係其實左右呢啲議題咧，其實好多人都會成日講啦，開口埋口都甚至乎會鬧人左膠咁樣啦，網上邊咁樣。實際上其實即係呢啲嘅話題咧，點解咁多人會去即係引用到呢一個概念嘅咧？先你講嗰啲電影入邊嗰啲選角咧，即係呢個爭議其實呢幾年 keep 住都出現㗎嘛，即係尤其可能迪士尼啊，或者有好多電影，即係大家 expect 嗰個角色應該係點樣嘅，咁但係你揾個角，你好似出於某一啲其他理由，即係出於一啲，即係你本身你拍戲就拍戲啦，本身你可能你做一個節目就做一個節目啦，但係你要引入其他考慮喎，你又要考慮性別啦，又要考慮種族啦，令到一個我本身嚟睇戲啫嘛，點解我要睇咁多你？所謂 DEI 啦，即係你想要多元化，想要有好多唔同嘅種族性別嘅，點解你要擺落去我睇嗰套戲入邊咧？咁所以好多人即係身邊其實成日都有好多人都會反映，喂，好奇怪喎咁樣，或者影響咗套戲，或者甚至衝擊咗嗰個原著嗰個諗法喎咁樣。即係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即係延續住其實一路左右嘅討論入邊，喺近幾年就會去咗呢一啲文化嘅範疇咯。係啊，我都覺得係啊，即係尤其是係如果有打開機嘅朋友咧，即係我自己都係有打機嘅人咧，咁亦都有好多類似嘅情況出現嘅，即係有好多所謂經典嘅遊戲咧，就因為近年係加入咗好多呢啲嘅平權嘅一啲嘅元素啦，令到一啲主角可能轉咗性別啊，或者係多咗啲其他膚色啊，咁似乎都引嚟好多一啲嘅fans 咧，尤其是嗰啲忠實 fans 咧嘅一啲批評嘅。咁即係呢度我諗即係又引入咗一個好重要嘅爭論咧，就係究竟應唔應該要將呢一啲嘅所謂好似頭先你咁講啦，即係政治嘅因素咧，放入去一啲我哋大家娛樂啫，睇電影啊、打機啊，即係各種呢啲嘅元素裏邊咧，就要加入呢啲咁嘅政治考量，令到咧好多人咧，可能包括我自己有時都覺得會唔會係過分咗咧咁樣嚇？你講 game 咧係因為 game 之前好出名就係韓國嗰隻 game 咧，即係嗰個就唔係轉性別啊，唔係轉膚色嗰啲。韓國嗰隻 game 就係入邊啲女性角色可能比較暴露，咁所以就會有爭議。喂，咁你因為啲傳統 game 入邊其實好多角色尤其女性角色可能都會即係比較暴露啊、性感啊。呢個係因為講真好多時嗰個遊戲市場都係男性玩家係好多噶嘛，咁所以既然嗰個你啲客係咁樣，所以傳統遊戲好多都有呢啲元素。咁但係近年我哋大家就可能多咗社會反省，就係咦咁樣會有咩效果咧？如果遊戲入邊係咁樣去 depict 啲女性，咁樣去描繪啲女性，突出女性嘅呢一啲特質，咁係咪好事咧？即係近年就多咗呢啲反省，所以亦都會成為一啲爭議啦。即係有一派就會覺得不嬲都係咁噶啦，有咩問題啫？即係角色啫嘛，打機啫嘛。但係另一派可能就會覺得唔係喎，你咁樣係對個社會有影響嘅喎，係摸一定打機喎，係會有後果嘅喎。如果你一路去咁樣去描繪某一啲嘅性別或者種族嘅話，即係我哋覺得嘅個人娛樂嘅範疇，佢好似開始政治化。因為
如果你話一啲政治議題會政治經濟議題，你話咩資源分配，你話啲咩好大嘅你話選舉關稅，你話呢啲問題係政治嘅，呢個大家其實 kind of 都接受嘅係咪？因為呢啲本來就係政治討論啊嘛。但係我覺得一般人難接受就係，喂，我去到打個機睇套戲，呢一啲個人娛樂嘅嘢，我都冇影響到邊個啊？係咪？佢拍套戲，然後我覺得好睇就睇，都冇影響到邊個，都冇搞到邊個啊？點解呢個位都要政治化呢？即係呢個係一個，即係如果你話公共討論、公共領域嘅嘢，我哋可以公共討論。但係你個私人領域喎，你都要去管我點樣睇嘢，你都要人哋拍戲，你都要管人哋點樣拍戲。佢又唔係用緊公共資源，咁點解都要政治化咗佢去處理呢？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大家點解會咁有興趣，而且係覺得難接受嘅地方咯。咁而我覺得呢個就係要去翻嗰個歷史脈絡去睇嘅，因為究竟發生咩事咧？即係點解歐美咁中意搞呢啲嘢咧？咁所謂 DEI 即係要多元化，要去均衡地或者去代表翻，即係令到唔同嘅種族或者性別，佢哋喺呢啲媒體上面或者喺一啲個人 even 喺個人娛樂嘅領域，佢哋都會有一個充分嘅代表，即係或者一個 fair 嘅呈現。點解要着重呢樣嘢咧？尤其我哋華人社會咧比較少呢啲議題，即係始終華人社會好 dominant 係即係華人就係嗰個最大嘅族群啊嘛，所以比較少會去留意呢啲 issue。但係喺比較多種族嘅歐美社會係，我諗呢樣嘢佢哋會比較容易理解背後嘅原因多啲咯。美國入邊嘅關於黑人嘅問題係一路係個社會結構入邊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嚟嘅，因為以前大家都知道美國以前有奴隸有黑奴，咁而後尾雖然廢除咗奴隸，但係佢哋嘅政治權利其實係未完全係同白人係一樣嘅。女人嘅政治權利亦都比較遲先至同男人一樣嘅，咁所以其實去到近年可能係差唔多係去到二戰之後咧，先至開始廢除嗰啲種族隔離政策啊。令到黑人真係喺全面地，即係喺政治上面無論各個範疇投票又好，或者各方面嘅政治參與都可以有真係一樣嘅公民權。起碼第一步就係法律上大家係公平㗎啦，即係你有得投票，你有得用啲咩權利，大家都係公平㗎啦。咁其實個問題就係，就算喺制度上面係做到性別同種族喺基本公民權上面係一致啦，咁但係咧會發現咧，落實去到社會嘅好多環境咧，仍然係唔平等嘅。例如招聘嘅時候，咁其實 given 美國係一個即係以往係長期係歧視某啲種族或者性別嘅社會結構，其實你請人嘅時候，基本上好多公司見到你個名係黑人，因為名都會睇得出你個種族㗎嘛，有時跟住或者見到可能你係女性，已經係會有歧視㗎啦。咁即係所以，雖然法制上面咧係大家都係平等嘅公民，但係落實去到招聘，落實去到你 even 你去到揾學校，都係仍然係有根深蒂固嘅歧視。咁所以第一步解決咗公民權制度上面嘅歧視之後咧，下一步就要處理呢一啲啦，呢一啲比較冇咁明顯嘅但係都係好實在嘅結構性嘅歧視。咁而呢一步咧，所以就有好多平等機會嘅相關嘅法律，有啲似香港平機會嘅，即係平機會處理嗰啲嘢好多都係即係你見工嘅時候，佢會唔會因為你嘅身份、種族或者性別去歧視你咧？咁樣，咁所以下一步就係平等機會。咁平等機會呢一步做到之後咧，都有相關嘅法律啊，有好多嘅法規去規管啦。咁但係呢個做到之後咧，發現都未夠喎，因為係的確職場上面或者喺學校上面唔可以再因為性別種族而歧視你啦，唔可以因為咁樣而俾低啲分你，唔可以因為咁樣唔收你。咁但係好多時咧，佢嗰啲種族同性別弱勢群體，佢哋嗰個弱勢咧，唔係喺見工嗰一刻先至開始嘅。即係見工嗰一刻，佢哋可能已經係大家咪計分咯，大家都做 test， 大家咪計分，大家都睇下你係邊個你個 background。即係如果你 CV 一樣咁靚嘅，咁咪一樣咁多機會咯。如果你 CV 冇人哋咁靚嘅，咁你咪低啲少啲機會咯。呢個位好似係公平嘅。但係 given 以往其實喺社會，即係可能佢唔係由即係我哋追溯翻
可能佢由細個已經係一個差啲嘅教育，可能佢屋企嘅家庭環境，因為佢嘅種族係一個弱勢社群，所以佢嘅 upbringing 佢嘅成長過程嘅資源已經係少啲，咁啊令到佢，既然佢自細嘅資源就少啲，佢屋企人可能因為跨代貧窮而呢樣嘢係同種族歧視有關嘅，令到佢父母嘅資源少啲，咁所以佢嘅學習階段一路都係入到差啲嘅學校，咁令到佢個 CV 咪差啲咯。咁所以當你見工嗰下係大家都係公平地睇 CV， 公平地睇你嗰個學歷，但係你嗰個你以往受嘅教育就係少啲資源，於是你個學歷就會低啲。咁所以喺見工嗰刻咧係做到平等機會，但係如果只係咁咧，就忽視咗以往喺一路成個社會結構生長成長嘅成個階段入邊，佢資源上面嘅弱勢，而呢個弱勢係同嗰個社會歧視係有好大關係嘅。咁呢一部分咧係會忽視咗嘅。如果所以而家我哋見到做咗兩步嘛，第一步就係公民權上面喺一啲公民嘅基本權利上面，法律上係做到平等啦。呢個第一步。第二步就係連職場上面或者係學校招生上面都有平等機會啦。咁但係第三步咧，你要做埋先可以真係令到大家起跑線一致嘅，因為而家如果你只係得頭兩步咧，個起跑線仍然係唔同。咁所以第三步咧，係咪都應該要有一啲 active 啲嘅、再進取啲嘅？明明我哋知道佢呢一刻因為唔夠資源，所以可能佢嘅分比較低，可能佢個 CV 冇咁靚，但係會唔會 active 啲俾多啲機會佢，等佢起碼有機會可以入到呢間學校，於是佢唔會喺下一個階段繼續係承受呢個弱勢，起碼喺呢個階段拉翻佢個起跑線去到同一個點，等佢下一步咧，可能佢如果你俾佢可以去到好啲嘅學校，咁可能佢下一步揾工嘅時候咧，佢就可以去翻同一條線嗰度去競爭啦。咁所以第三步就係我哋所講嘅 affirmative action， 即係扶持嘅行動，一啲扶持嘅措施，咁而希望可以去扭轉佢呢個成長過程入邊累積嘅一啲劣勢。咁所以呢步咧就係最爭議性嘅，亦都係因為呢一步咧，令到我哋開始喺公司嘅晉升又好，請人又好，或者甚至去到頭先講一開始我哋講遊戲啊，一啲文化領域都好咧，都似乎出現有一個需要，就係咁係咪我哋要 recognize 多啲，或者俾多啲機會，俾多啲曝光機會，或者俾多啲 opportunity 嗰啲弱勢嘅群體咧，而唔係純粹只係講機會平等咧咁樣。咁而呢一步就係最大嘅反彈咯。咁我哋大概明白咗，即係呢一個嘅爭議嘅嗰個起源啦，就係其實係由一步一步咧，就由美國嘅歷史上邊嘅一個真係一個對黑人嘅一個唔公平嘅歷史，到近年咧就有甚至乎咧就係有一啲嘅所謂嘅矯正嘅行動，希望咧可以優待翻啲弱勢社群咧，俾佢哋有翻一個咧喺整體而言嘅一個平權嘅機會啦咁樣樣。不過咧呢一樣嘢咧，正正就我想追問嘅，因為咧有好多人咧，就係會覺得咧，喂，你過火咗喎！我覺得咧，你平權咪就係大家應該公公道道考同一個試，你有一個招聘嘅，咁啊大家做同樣嘅一個步驟，咁你係按照你嘅所謂 by merit 啫嘛，係咪？即係近年 Donald Trump 嘅嗰個政治咧，都引起好多人都係咁樣樣去講啦。香港人唔知點解咧，都近年係比較上 buy 呢種講法嘅，就係覺得喂，你係應該係公平嘅，呢個就係所謂佢哋嘅覺得公平啦。就唔應該咧，再進一步咧去做你頭先所講嘅嗰啲 affirmative action， 即係咧俾多少少優惠咧一啲嘅認為係弱勢嘅社群，包括可能係一啲少數民族啊，可能係女性啊，可能係其他嘅一啲嘅總之係一啲我哋被認為係弱勢嘅社群嘅一啲人啦。你會點睇呢件事咧？所以呢度咧，第一就係我哋似乎美國又好，香港又好，我哋都重視一樣嘢叫做 by merit。頭先你話 by merit 即係話我哋覺得係應該能者居之嘅，應該你大家爭一份工，大家爭一個學位，咁咪睇下邊個叻咯，咪睇下邊個嗰個分數夠高咯，係咪？應該係要咁樣先公平噶嘛。咁所以呢個係 even 係香港人都會好有共鳴嘅，即係應該要咁樣先做到公平嘅。呢個係第一啦。第二點就係如果係咁嘅情況下，咁係咪咁樣？即係應該點樣處理呢一啲弱勢社群面對嘅處境咧？咁會唔會係太過 over 咧？如果你咁嘅情況講，佢會唔會反而係唔公平咧？咁所以
我覺得先由能者居之呢一個位開始先。能者居之呢一個情況咧，我哋重視嘅係大家係咪有個公平嘅起點去競賽。咁而其實就算喺香港都好啦，其實我哋都知道係大家報同一間學校揾同一份工，係公平嘅做法就係直接睇你嘅成績，睇你嘅 CV。咁但係咧，背後咧，我哋都知道仲有好多 factor 影響緊。例如，如果一啲屋企係富裕啲、有錢啲嘅，咁其實佢成個成長階段，佢自細就有英文外籍老師教佢英文，然後暑假就有歐洲交流團，咁然後佢亦都成個環境都係好有利佢學習。咁如果你對比一個劏房家庭嘅細路，佢可能要屈喺張床度做功課，咁亦都冇其他額外嘅資源去幫佢。咁如果大家喺呢兩條 track 去成長之下咧，去到最後考公開試嗰一刻咧，係公開試嗰份卷對所有人嚟講都係一樣，嗰個評分都係一樣，但係佢前面幾十年累積嘅劣勢就會喺嗰下顯現出嚟。咁而呢個我估大家都會認同嘅，所以點解我哋要有教育上面要去幫一啲弱勢嘅細路仔，就係因為要去拉翻呢條線啊嘛。所以雖然佢哋考同一個試，但係佢哋都唔同起跑線，因為本身嘅資源差異。而呢個資源差異咧，我頭先講呢一個例子咧，係因為貧富嘅問題，係咪？因為有跨代貧窮。咁而喺美國或者喺歐美社會，佢哋疊加啲咩咧？佢哋就係疊加咗呢一個貧窮咧，係同嗰個種族或者性別累積嘅劣勢係有關嘅。咁所以佢哋對香港人嚟講咧，其實我覺得背後嗰個思路係可以理解到嘅，就係我哋都知道唔係考同一個試就等於公平，你都要睇翻大家起跑線，睇翻佢前面係咪又可以都接觸到足夠多嘅資源。我哋都覺得要考慮埋呢樣嘢，先至判斷到係咪真係公平嘅。咁只不過喺外國，我哋即係喺歐美嘅 context，我哋覺得唔清楚嘅就係，原來佢哋話係有除咗呢啲一般嘅貧富上嘅問題，背後都仲有種族性別嗰啲疊加出嚟嘅問題。而嗰啲咧就係我覺得 even 係我都唔會係，即係始終喺華人社會唔係一個多種族，亦都唔清楚佢哋呢啲文化背景之下咧，係相對唔清楚嘅。即係呢個位係真係需要研究，究竟咁佢哋嘅社會同我哋係咪佢哋特別需要再多一分力？即係比起一般嘅所謂貧富嘅情況，會唔會係要再多一分力去再攀平呢個因為種族或者性別而有嘅劣勢咧？咁樣即係所以，我覺得呢一個係點解我哋喺香港比較難去直接去理解到佢哋背後思路嘅原因咯。咁而呢個，所以呢個係佢哋嗰個出發點。咁但係咧，頭先我覺得你呢個問題，你有個問題就係，咁係咪做多咗咧？因為你出發點係好，唔等於你之後做嘅所有嘅行為都係啱噶嘛。即係你醫生係想醫你個病，咁但係如果你落藥太重手，都會死人噶嘛。即係手術成功，個病人可能都會過身噶嘛。有時咁，所以而家歐美嘅情況就係，因為頭先我話一開始佢哋呢一個針對歧視社會嘅問題，其實係講緊上個世紀60、70年代，所以先開始推行 affirmative action，先開始有 DEI， 先開始嘗試喺社會層面都做多元化。其實講緊60、70年代開始做到而家成50年，咁其實都一定係有好多聲音就係，喂，你可能50年前做係 make sense， 50年前做係幫到手，但係會唔會同一個做法做50年之後，會唔會開始真係已經係反效果係太大咧？因為其實睇翻美國嘅呢一啲收生上面對少數或者弱勢嘅優待，即係喺大學入邊對弱勢招生嘅優待咧，其實美國嘅法庭係承認㗎，係覺得係 OK 嘅，係有好處㗎。但係呢個講緊係50年前，而當時有一啲嘅法官佢哋會話呢個做法係可以嘅，但係咧可能預係一個短中期措施，例如可能30年之後可能就要再檢討㗎啦。咁但係於是咧，我覺得呢個 make sense 嘅就係大家去反省過咗咁多年之後，而家呢一刻係咪用同一個做法去做咧？所以你見到可能喺外國嘅政治討論啊、社會討論入邊，即係我覺得反省呢樣嘢係可以合理嘅，因為我哋係咪要改變做法，或者因應新嘅社會環境去做新嘅做法？咁但係呢個當然就會去翻一個複雜嘅社會政治嘅討論。咁究竟而家嘅大家嘅處境係乜嘢？
佢哋嘅處境係乜嘢，係咪需要改變做法，係咪會有即係矯枉過正嘅問題，係咪 over 咗？即係我覺得呢啲係絕對係合理嘅討論嚟嘅，其實。嗱，呢個就係一個即係我諗係理性上邊，我哋就會理解啊，可能係咪一個即係行多咗或者行少咗，應該要點樣樣先至可以平衡到嗰個弱勢社群嘅一啲嘅權利啦咁樣樣。但係我估呢一個爭議咧，可能更加有一個深層次啲嘅問題啊，就係其實咧，往往佢哋批評呢啲嘅左膠啊所謂，咁佢哋其實個出發點就係話咧，其實左膠咧。嗱，呢個即係我覺得啦嚇，即係我判斷咧，就係佢哋個睇法咧，就係佢覺得左膠佢哋爭取嘅嘢咧，唔係為咗真係弱勢社群嘅，係為咗佢哋自己嘅利益嘅，純粹咧就係嘗試咧就係踩喺個道德高地嗰度咧，就獲取到一啲嘅油水啦，希望咧可以話咧嗱，你要平權嘅就呢啲人咧就係我哋要幫嘅，就攞到道德光環之餘咧，甚至乎實際上咧可以真係爭取到一啲嘅資源係俾佢哋自己嘅咁樣樣。我估喺呢度咧係有好多嘅爭議啦，但係我想先問一問阿洪恩你啊，你覺得呢個會唔會先係個核心問題咧？就係因為如果對於大部分香港人嚟講咧，其實我哋都係好多都係始終基層嘅人一定多㗎。照計如果我哋話要去做一啲平權嘅措施嘅話咧，照計對大部分人嚟講應該係有利先啱㗎。但係點解反而聽落就係睇落就係大部分人都係反對？會唔會就係喺實際執行上邊咧，真係有我頭先講嘅嗰種情況出現咧？定還是你嘅判斷係點樣樣咧？所以第一樣嘢就係個動機係咩啦？即係爭取呢啲所謂 DEI 做呢一啲平權，佢哋呢一啲政黨或者佢哋提出呢啲嘅人，佢哋動機係咩啦？第二就係即係點解明明係幫緊即係有需要嘅人，或者甚至係幫緊基層大眾，但係其實大家唔係好接受咧咁樣。咁第一，我覺得佢哋嘅一個提倡呢啲政策或者政黨，佢哋嗰個動機咧，討論呢個動機，我覺得唔係咁容易討論嘅，因為其實任何一個政黨，當然佢一定係為咗選票啦，係咪？喺民主社會，任何一個政黨佢要去做任何嘢，佢一定要有選票佢先做到嘅。即係左又好右又好，佢一定係要想贏選舉㗎啦。佢唔贏選舉，佢乜都唔使做。佢同埋呢個係佢嘅職業就係政治家嘛，係咪？所以呢個我覺得左右都唔會係話啊，我都唔會用一個啊呢一個政治家咧，佢就好高尚嘅，佢無私嘅，咁所以咧佢就唔係為自己，唔係為選票啊。可能另外一啲咧就係要點樣點，即係我覺得呢個就好難做呢個區分嘅。其實我覺得一個理性嘅或者務實嘅選民，其實佢應該就係其實大家都係有呢一個動機㗎啦。爭在咁，你覺得如果佢做嘅嘢係符合到你嘅利益，咁你咪支持佢咯。即係你唔需要去預設佢係一個道德聖人，或者預設佢係一個要不求個人利益嘅人，你先至去支持佢。即係只要佢做嘅嘢幫到你手，咁你咪去選佢咯。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務實地，我哋可以即係一般嘅選民都會係咁樣去諗嘅。咁而點解反而佢做嘅嘢，如果係真係對大眾基層有利嘅，咁大家點解反而未必支持咧？我覺得呢個就好複雜啦，因為我覺得呢一啲嘅文化層面嘅，或者喺即係文化層面又好，或者喺你話職場上面嘅 DEI，學校入邊嘅 DEI，佢有多一重嘅爭議，就係因為佢係會影響到好多同樣都係弱勢嘅人嘅。其實，因為好多時我哋會話啊，咁黑人喺美國就係弱勢嘅種族啦，比較咁白人 suppose 就冇咁弱勢啦，係咪？咁但係其實白人入邊都有好多弱勢噶嘛，白人入邊都有好多唔係有錢人，都有好多窮人。咁黑人佢係多咗一個種族歧視嘅問題，咁但係就唔代表全部白人都係好 privilege， 全部都係有錢，即係富二代都唔會噶嘛。咁當呢一啲即係所謂優勢比較優勢嘅群體，佢入邊其實都係有好多弱勢嘅人嘅時候，咁如果大家都去報同一份工，咁佢哋就會覺得啊，點解你要讓俾你先咧？點解你有 quota 咧？點解你可以有呢個優勢，但係我其實都係窮人啦？咁即係你話我都冇俾你着數幾多啊？咁點解會有呢個問題咧？咁所以佢就會變咗其實係一個衝突嚟嘅呢度，即係唔似傳統嘅可能你話社會福利。咁係其實喺有錢人嗰度去攞資源轉移俾啲窮人，咁對大部分嘅貧苦大眾嚟講，呢個係一個即係資源由貧轉移去到富嘅問題。但係喺
頭先講 DEI 呢度咧，好多時就係深入去到係可能係呢個弱勢同嗰個弱勢之間嘅一啲構成形成咗一啲競爭嘅關係，或者形成咗一啲係啦，即係就係一種競爭嘅關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位係會更加爭議性咯，因為讓出利益嘅嗰一方其實佢哋自己都係弱勢咯。即係雖然佢唔係種族上弱勢，但可能佢喺資源上面佢一樣係弱勢咯。所以就會變咗大家需要更加見到更加多嘅理由去 justify 點解要有咁多嘅優待咯。咁所以似乎咧，即係現實執行嘅一啲嘅我哋稱之為左翼嘅政策咧，就有好多人就會因為佢執行起上嚟咧，就覺得其實佢都唔係幫緊我哋嘅，我先係弱勢喎。即係呢一個好似係一個現實層面嘅問題啊，定還是其實實際上真正嘅左翼理論咧，本身佢都係預期有呢一啲嘅問題咧？即係呢度我想再去問翻阿洪恩你啊，即係究竟係唔係原本嘅左翼思想咧，都真係追求一種咁樣嘅執行方式嘅咧？所以咧呢個我覺得好重要嘅呢一個區分。其實呢度而家我哋係區分緊唔同層面嘅問題啊嘛。即係第一個層面就係一啲現實嘅判斷嘅層面，即係例如我做呢個 DEI 政策，或者我做呢一啲幫弱勢嘅政策，係咪反效果會大過佢原本嘅效果咧？即係或者對社會係咪真係幫到弱勢咧？因為例如果我 DEI 政策，可能有啲人會覺得其實你做得咁過火，你反而令到社會對呢件事更加反感。或者如果你做可能你有某啲政策咧，佢 execute 出嚟係其實根本唔 work 嘅，做唔到你哋想嘅效果嘅。即係所以對於呢啲問題討論咧，第一個層面就係現實層面，係咪做到你想要嘅效果先？如果你都做唔到，或者根本係唔 work，或者你個反效果更加大嘅，咁其實佢政策層面佢就係唔 work 噶啦嘛。咁所以第一個討論就係究竟乜嘢政策 work， 咩政策唔 work， 需要啲乜具體嚟講嘅政策應該點樣定？呢個係現實層面嘅討論。咁呢個就真係變咗係可能要好多社會科學嘅參與，係大家要做研究，大家要去睇實際嘅情況。呢個位當然係其中一個主要爭議嘅來源，但係有啲時候咧個爭議係更加深層嘅，就係就算你呢個政策 work 都好，假設係真係做到個效果，真係幫到嗰啲弱勢都好，但咁樣仲啱唔啱咧？即係咪要損害呢一個種族嘅利益去幫另一個種族咧？例如係咁樣，咁呢一個層面咧，我覺得就已經去到價值層面，亦都係點解咁難去即係件事咁難討論啊？因為當一個問題其實佢 deep down 係一個價值層面嘅分歧嘅時候咧，價值層面我哋通常覺得好難 settle 嘅，因為如果你話大家拗經濟，即係某個經濟政策，例如 Trump 嘅關稅政策，究竟 work 唔 work 嘅，係咪可以將就業帶翻去美國嘅？咁如果你純粹經濟層面討論，咁我哋咪揾經濟學家出嚟拗，咪睇數據啫嘛。咁大家可以拗數據，咁呢個我哋覺得係一個科學問題，我哋可以科學方法去討論。就算你 settle 唔到都好，你都會知道對方嘅立場，你都會覺得有得討論嘅。但係價值層面咧，好多時我哋有時會話，喂，呢個係價值取向問題嚟嘅啫喎。即係你覺得你 buy 呢個價值，我 buy 嗰個價值，冇乜得好傾喎。其實即係有好多時我哋有呢一種諗法，而呢種諗法咧就會令到其實有少少似宗教嘅，即係你信某一個宗教，我信呢個宗教，咁冇得傾喎。呢啲信仰問題啊嘛，係咪？信仰就係你冇得完全理性去 settle 噶嘛。所以咁嘅情況下，大家就會覺得呢個分歧就解決唔到啦。即係如果我哋將我哋理解呢啲分歧係理解到其實係底層價值，根本都係冇可能去調和嘅，因為大家企緊唔同嘅價值，所以亦都係點解成日都有個講，即係大家都會潛藏會覺得可能左翼同右翼根本佢哋係兩個價值出發點，兩種睇世界嘅方法，兩套價值觀，咁所以佢哋係冇辦法傾嘅，同對面嗰啲人咧，冇得傾嘅，你只會係鬥大家鬥票多嘅啫，鬥邊個大聲嘅啫，鬥拳頭大嘅啫。我覺得呢個係現實情況入邊大家會出現嘅一個觀念咯。係咯，咁所以係咪即係其實左翼同所謂右翼嘅呢兩種理想嘅價值咧，係咪就真係冇得傾嘅咧？咁如果係嘅話，咁啊即係其實真係要打死晒對方嘅啫。呢個可能係公共討論上面成日出現嘅傾向，或者好多人都會咁樣去理解件事。但係我覺得呢個係太過簡單嘅，如果咁樣去理解嘅話。而呢個就要睇翻，咁其實左係代表乜嘢咧？右係代表乜嘢咧？如果你仔細睇
思考翻左同右嘅概念咧，其實唔係一個咁清晰、咁簡單嘅兩個獨立兩套好清晰嘅系統去理解嘅。嗱，可以我哋用一個例子開始嘅，就係用一個現實嘅例子開始嘅。好多時候咧，我哋分左右咧，其實唔係想像中咁簡單嘅。嗱，就用即係而家呢幾年大家講政治，一定係即係最多討論、最多人討論一定係 Trump 嗰啲政策㗎啦，係咪？咁就攞 Trump 嘅關稅政策，佢 signature 嘅關稅政策，佢自己最 power 嘅關稅政策去講啦。嗱，Trump 一定媒體上又好，或者你要去分類又好，一定係佢係右翼啦，係咪？冇理由冇人話 Trump 係左翼啦。咁佢係右翼，而佢嘅 signature 政策、關稅政策咧，其實如果你要分左右咧，係好奇怪嘅，因為咧 Trump 佢係一個右翼政客，但係咧關稅係做咩嘢咧？關稅其實係一個保護政策啊嘛，係保護國內嘅製造業。然後佢希望做到透過有關稅，我哋就唔好再買出邊嗰啲國家嗰啲廉價勞工生產出嚟嗰啲產品啦，我哋就透過關稅咧，就將嗰啲產品嘅生產搬翻去美國本土，振興翻美國嘅就業，等美國嘅製造再次偉大咁樣。咁呢啲嘅關稅政策咧，其實你經濟學上就係叫做保護主義政策，就係反對全球，即係反全球化嘅政策嚟嘅，亦都係干預市場運作嘅做法嚟嘅。咁而呢啲做法咧，一般以往我哋會覺得係左翼嘅做法嚟，所以呢度有個問題就係 Trump 明明係右翼嘅政客，咁點解佢呢個關稅政策係咁左嘅咧？咁所以其實呢度我哋用緊唔同嘅維度去睇咩叫左右嘅。其實講左右咧係一定要去睇你講緊邊一個維度。喺經濟上面咧，關稅政策係左翼嘅政策。如果你由經濟角度話，因為佢係干預市場，我哋傳統會覺得由冷戰時期開始嘅，其實呢個思維嚟就係喺冷戰時期，資本主義陣營喺一邊，跟住共產主義陣營喺一邊。資本主義咧就係自由市場嘅捍衞者，就係要保護私有產權嘅，係政府唔應該干預嘅，應該要小政府大市場嘅。呢個係資本市場陣營，即係冷戰時期嘅諗法啦。所以呢一邊咧，就叫右啦。咁左嗰邊咧就係政府要好有角色嘅，要干預市場，由國家去主導經濟，亦都對於個人嘅私有產權唔會係完全絕對地去 respect 嘅。呢個就係所謂嘅左嘅，喺冷戰時期就係左嘅概念啦。去到現代咧，我哋而家最關心嘅，除咗呢啲經濟維度，仍然係好關心嘅。但係例如另一個重要維度，例如係對於移民嘅態度，我哋都講左右噶嘛。咁而 Trump 點解另一個佢嘅 signature 嘅政策就係反移民啊嘛？咁所以反移民我哋會話係右嘅。咁但係咧，去到經濟政策咧，講關稅，尤其講關稅咧，佢係左嘅。佢左到一個，即係點解會話佢係左咧？係甚至美國有啲傳統左派嘅政客，即係例如 Bernie Sanders， 佢係好左嘅政客啦，喺美國政客入邊。其實佢哋呢啲左翼政客咧，佢哋以往一路係提倡緊要保護本地勞工，或者以往過去幾十年入邊咧，對於全球化嘅趨勢，然後令到佢哋國內啲就業流失去到一啲亞洲國家，其實佢哋不嬲都係反對嘅。佢哋不嬲都覺得要保護勞工嘅，因為其實左翼或者馬克思思想或者社會主義思想好多係好希望去保護啲基層嘅工人嘅。咁但係去到而家咧，Trump 嘅關稅咧其實係保護緊呢啲勞工嘅都係。所以其實呢個思路咧，其實同以往嗰啲左翼去保護勞工，然後去保護工人，去對抗資本階級，然後去保護工人嘅生產，其實係同一個思路嚟嘅。咁所以其實如果齋睇關稅政策咧，其實係一個左嘅政策嚟。咁當然啦，如果你再睇另一啲政策，例如係減稅，咁亦都係會去翻傳統嘅自由市場嘅右翼嘅政策。咁所以你可以見到咧，其實你睇唔同嘅議題，佢都可以分左右。而個左右可以係唔同，可以係 A 議題係左 ，B 議題佢行緊右 ，C 議題佢又變翻左，所以左右唔係一個好 unify 好統一嘅，其實係本來左定右係要相對於議題去決定，咁而唔係話佢係一個即係唔係話左右有一個 absolute 嘅絕對嘅定義嘅，其實。
係啊，所以我諗好多時咧，啲人網上邊話人哋係所謂左膠咧，往往你會覺得咧，其實好離奇喎。究竟即係點樣為之左膠咧？即係聽完你頭先嘅分析之後咧，我會發覺其實呢一個概念咧，本身係咪都有好多好模糊嘅界線，係或者要釐清一下咧？其實究竟即係一般人所講嘅左膠同真正嘅左同右之間嘅關係同分別係咩嘢咧？係啊，因為咧有另一個都幾得意嘅例子就係咧Trump 嘅另一個又係 signature 嘅路線啦，因為 Trump 佢哋係 MAGA 啊嘛，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啊嘛。MAGA 嘅其中另外一個主要嘅講法就係要 American First。咁咩叫 American First 咧？就係以往咧美國咧好中意做政治警察嘅，好中意咧話呢個地方有唔知有個政權唔好，我哋就要推翻佢，建立一個自由民主嘅政權。嗰個地方咧又要嗰個地區有啲咩事，我哋又要出兵去干預。所以以往美國一路做政治警察，即係全球嘅一個警察嘅角色㗎嘛。咁但係咧MAGA 派咧，佢哋就覺得，喂，其實美國唔好搞咁多嘢啦，即係有少少似前面你我哋有可能有提到嘅一個位嘅就係、你講咁多道德做乜嘢咧？即係你講咁多呢啲價值，你話要幫其他人改善佢哋嘅環境，即係要改革佢哋嘅制度，關美國人咩事咧？即係美國人點解要揞錢出嚟，要派兵出嚟去幫人哋做呢件事咧？咁所以 MAGA 派其中一個就係佢哋覺得，喂，我哋應該照顧咗美國先。唔好理其他地方發生嘅事，唔好再搞咁多干預，唔好再出現以往喺伊拉克戰爭泥沼陷咗幾十年喺入邊，又死人又要使好多錢，然後搞到而家伊拉克都冇見得有好繁榮，咁樣唔抵玩，即係應該要關注翻美國先。咁呢個係 MAGA 其中一個一路嘅主要嘅提倡嚟嘅。咁但係咧，今年會有嘅問題就係大家見到Trump 有好多干預外國嘅政策，包括委內瑞拉，包括而家仲未完嘅伊朗。咁其實呢啲政策咧，國內嘅 MAGA 派係反對嘅，即係佢哋覺得呢啲 exactly 就係以往佢哋唔同意嘅，你攞美國士兵嘅生命，攞美國人嘅錢去干預外國嘅政局。咁呢啲係 MAGA 派所反對，所以而家佢哋國內亦都有呢個批評，亦都有甚至有啲 MAGA 派嘅右翼嘅大將係同 Trump 決裂嘅。咁而 Trump 嘅講法係咩咧 ？Trump 嘅回應就係、MAGA 係佢提出嘅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呢支旗係佢插嘅，係佢提出呢樣嘢出嚟嘅，所以佢先代表 MAGA。你唔好同我講話 MAGA 應該係咩 American First 呢啲嘢，佢話乜嘢係 MAGA， 佢話乜嘢係 American First， 佢説了就算。咁所以咧好多時呢度可以見到咧，呢一啲嘅標籤或者呢一啲嘅 concept 咧，有時其實佢唔一定有一個好絕對嘅概念根據嘅，或者有一個好絕對嘅價值根據嘅。有時其實可能真係睇嗰個人話佢係 MAGA， 佢就係 MAGA。我哋可能係有時係跟人嘅。咁所以如果我哋平時話某樣嘢你呢個立場好左好右，其實有時可能背後冇一個具體嘅標準可以講到咩叫左右，因為個標準有時係根本係個人決定嘅，而亦都係當時嘅處境之下，大家覺得咩係左咩係右，所以呢個標籤咧就變咗唔能夠好反映到背後。咁大家係咪真係翻去前面講啦？我哋覺得左右係企緊兩種嘅唔同嘅價值，所以溝唔埋嘅，所以要你死我活嘅，亦都冇得討論嘅，亦都唔需要去 justify 嘅。但係其實呢個左右嘅未必背後係反映緊兩個唔同嘅價值，其實可能只係一啲政治標籤攞嚟幫自己個群體。當我話例如我係右翼，當我要攻擊左翼嘅時候，我就指邊啲人係左，咁我哋大家就攻擊佢。然後如果我覺得同你 friend 咧，咁你都係我個派嘅，你都係 MAGA 派嘅，咁大家咧就去撐佢。咁其實變咗係一個政治動員嘅或者攻擊嘅手段，我攞嚟區分邊啲係自己人，邊啲係其他人。咁而呢種做法咧，喺左翼一樣係咁樣運作嘅。好多時你都會見到嗰啲左翼，亦都會其實歷史上啦，你都會見到啲左翼內部其實都會分唔同派系。咁而唔同派系咧，都會話對方唔夠左，都會話對方，你咁樣其實你唔左噶咯喎，你咁樣好右喎。於是係一個攻擊嘅方法嚟嘅。好多時未必係真係討論緊，係咪你背後嗰個價值係同我唔同咧？你嗰個價值同我有分歧，所以我覺得你唔所以我先唔同意你咧，未必係呢個層面咯。所以我覺得
當我哋知道左右其實係首先佢係相對㗎啦，佢相對於唔同嘅處境，亦都相對於唔同嘅議題，可以呢個議題左，嗰個議題右。咁而同一時間咧，佢好多時係攞嚟作為一個動員嘅標籤啦，所以只係分邊啲係自己人，邊啲係外人，然後就要攞嚟做政治攻防啦。咁佢其實背後未必真係反映緊大家係有唔同嘅價值去思考呢個政治嘅議題。即係翻去頭先一開始講啦，好多時會話啊，例如左翼係重視平等，咁有啲咁大家就會覺得啊，係咪因為佢太重視平等，乜都要平等，咁所以搞到有咁多問題或者啲政策唔 make sense？咁右翼咧，調翻轉右翼咧，好似太重視自由，因為你要自由市場，因為你要唔干預，咁所以咧咁樣就於是就會出現可能貧富懸殊好嚴重。咁所以好多時我哋會咁樣去理解左右，即係如果我哋用價值層面去理解，好似會理解左右係各自企咗一個價值，咁然後呢兩個價值，咁於是大家去到呢一步咧，大家就唔知點討論落去啦。因為平等應該係好事啊，自由應該又係好事啊。咁如果一邊係撐平等，一邊係撐自由，咁點揀咧？其實好似冇得點討論喎，因為我覺得平等重要啲，你覺得自由重要啲，冇得傾嘅。但係我覺得咧個關鍵就係咧，其實價值係有得討論嘅，因為價值係需要 justify， 價值係需要 argument 去證成嘅。究竟邊一個價值係重要，唔係一個不證自明嘅問題嚟嘅。我哋係需要去 argue 究竟呢個價值點解重要。另一方面就係我哋需要知道點樣理解呢個價值，即係例如我哋近年其中一個出現嘅文化就係 cancel culture 啊嘛，就係喺外國喺歐美嗰啲新聞我哋要見到咧，就係如果有啲人佢講咗啲言論，可能例如覺得佢個言論係有歧視性嘅，或者覺得個言論係會增加仇恨，對嗰啲弱勢嘅種族係不利嘅，或者會傷害到嗰啲種族傷害到嗰啲族群嘅。有啲人就話咁我哋要 cancel 佢，要盡量減少佢嘅喺可能令到佢冇一份工，然後令到佢減少佢發聲嘅機會，去保護嗰啲弱勢嘅群體。咁呢一個做法咧，好多人會覺得喂，咁樣其實係侵犯緊自由喎，係咪？人哋講嘢有自由噶嘛，佢中意 comment 啲乜嘢，佢有咩意見，佢應該有自由去講噶嘛。咁呢個好容易演變咗做頭先我講嗰種，喂，咁呢個係咪就係平等同自由嘅對立咧？因為你想撐平等嘅人咧，你就希望保護啲弱勢嘅群體，於是咧就你要 cancel 一啲去傷害到佢哋嘅人。咁呢個係平等衍生出嚟嘅立場。咁而另一邊咧就係唔係啊，但我哋要保護個人嘅言論嘅自由，所以咧我哋就唔可以俾佢 cancel 嘅，即係 cancel 係唔啱嘅，就要批評翻 cancel 嘅人。呢個好似就係頭先嗰兩種價值之間嘅對立咯。其實呢個討論入邊嘅平等同自由應該點樣理解咧？其實有時未必係真係兩個清晰嘅價值嘅對立嚟嘅。即係例如，如果你要保護弱勢群體，其實某意義上弱勢嘅群體喺社會上面生活，佢哋要 exercise 佢哋嘅個人自由，都需要有一個環境去俾佢哋，即係例如佢哋唔可以被歧視啦。即係如果你想像你係弱勢群體，你做任何你喺職場又好，或者返學又好，或者生活嘅各個方面都受到歧視，其實你都可以理解做呢個都係損害你個人自由㗎嘛。雖然大家都有自由去做好多行為，但係你係比其他人更加少機會，你實際上可以做到嘅嘢比其他人少，所以呢個就睇你點樣理解自由啦。如果你呢個角度睇咧，其實佢都係會影響佢哋自由嘅喎，你都可以話。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咁其實呢一個對立咧，可能係唔同嘅理解自由嘅方式喎。即係我要保護弱勢群體嘅自由，所以我唔俾其他人佢哋嘅言論去干預到佢哋，去減少佢弱勢群體嘅自由。咁所以個問題就係呢度呢一啲嘅概念，究竟應該點樣理解呢啲概念？唔同嘅理解方法係需要有 argument 去講點解咁樣嘅理解係好啲嘅。咁而呢個步驟係需要有道德嘅 argument 嘅，因為你要去講我應該點樣理解自由，或者你嗰個理解自由嘅方法有咩問題，係咪唔啱嘅？我嗰個先啱。呢個其實係需要有理由去證成嘅。咁所以咧呢個就係政治哲學佢去處理嘅嘢啦，就係政治哲學就好似經濟學係去討論究竟邊個經濟立場最合理，或者邊一個經濟觀點最合理。社會學係去討論點樣理解嗰啲社會現象，邊一套 theory 最合理。政治哲學咧
就係去理解我哋應邊一個理解價值嘅方式係最合理。點樣理解自由呢個概念先係 make sense 嘅咧？即係 cancel 人哋係究竟係 promote 緊自由，定係損害緊個人自由咧？唔同嘅自由之間點樣取捨咧？邊個大啲，邊個細啲咧？呢度係你要俾理由嘅。再進一步咧，唔同嘅價值如果真係有衝突嘅時候，邊個更加合理咧？呢個都係需要去講 argument 去俾理由，而呢度係有對錯可言嘅。咁呢度咧，呢個討論就係政治哲學做嘅嘢咯。所以而呢個討論喺公共討論入邊咧，係通常好少發生嘅，因為公共嘅政治同埋社會討論入邊咧，好多時係做緊我頭先講係用啲標籤去做緊攻防嘅啫，即係因為大家其實冇咁多時間喺公共領域入邊去鼓勵大家去做呢啲討論，所以變咗好多時只係鼓動話，我哋係左派嘅，大家一齊攻擊嗰個右派，或者我哋係右派，大家一齊去攻擊嗰個左派，係攞嚟爭取選票嘅情況下咧，其實係接觸唔到呢一啲。咁究竟其實呢個價值係咪合理嘅咧？點樣理解呢個價值先啱咧？呢一層嘅討論咧，就係需要大家去揾翻背後嘅理由出嚟去做討論。係啊，喂，未夠喉啊！即係我覺得咧，呢個左同右呢一個嘅爭議咧，我哋似乎都真係更加要去理解清楚，究竟佢哋實際上好似頭先阿洪恩你咁講咧，背後嘅各種理念之間嘅 argument 咧，佢個論證啦，同埋究竟佢哋之間實際上嗰個差異喺邊度咧？咁樣嗱，嚟緊我知道洪恩咧即將會有一個課程喺學識度開辦嘅，咁係政治哲學思考方法入門嘅，可唔可以同大家介紹下究竟你會教啲咩嘢㗎？係。咁其實咧，呢個課程係一個入門課啦，就係希望將頭先我哋講嗰啲唔同複雜，其實有幾個 layer 嘅。第一層咩叫左，咩叫右？平時係即係其實佢一開始呢個概念係點嚟嘅？因為你先搞清楚個概念，先做到討論啊嘛。咁所以第一層係咩叫左右啦？呢啲概念嘅係點樣理解啦？咁而我哋頭先其實掂咗少少㗎啦，就係其實左右咧。要理解呢個概念咧，你要翻去佢哋背後代表嗰套價值觀、嗰個世界觀。咁佢哋係咪有唔同嘅價值基礎咧？咁所以第二層就係去到價值層。佢哋如果係代表緊唔同價值，點樣理解呢啲價值先至啱咧？呢啲價值入邊有冇話邊個係啱？邊個好啲？邊個合理啲？邊個冇咁合理咧？呢個就係價值討論。咁所以需要我哋去揾佢哋嘅理由，點解自由？即係我哋其實 take it for granted 嘅平時，即係自由係好嘅，有好多普世價值我哋 take it for granted嘅，自由係重要嘅，平等係重要嘅，公義係重要嘅。咁呢一啲價值，我哋 take it for granted 地覺得佢哋係好，咁但係請問佢哋好嘅原因係咩咧？點解要問咧？因為如果你唔問究竟點解佢哋嘅價值來源係乜嘢咧，你做唔到比較。當我哋覺得喂唔係喎，有即係呢個人自由可能同言論自由有衝突。你要做呢個比較，你要講到邊個合理，你就要知道咁其實自由原本嘅好處係咩先？你知道自由原本嗰個好處，你先至衡量到先稱到究竟邊個自由係應該係重要啲嘅，點樣取捨？咁而再進一步啦，你要知道自由同埋平等佢哋各自有啲咩嘅價值，然後點樣做判斷，你先至當佢哋衝突嘅時候，你先至知道咁你應該係要點樣做取捨？應該係喺呢個議題度，應該係要優先保障自由定優先保障平等？呢個都一樣嘅，你要做到呢一個價值層面嘅討論，先可以揾到邊個合理啲嘅。咁所以呢個第二層就係價值嘅討論。咁有呢兩層嘅話咧，其實基本上就可以應用呢個思維去睇唔同嘅政治社會議題。所以點解我會呢個 course 咧？點解有啲得意就叫做係一個思考方法咧？係因為最底層咧係希望大家有呢套價值討論嘅思考嘅方法。咁你喺唔同嘅議題嗰度咧，都可以用呢一套嘅思路去判斷究竟佢邊個立場先係真正合理嘅立場，由你可以建立你嘅個人嘅判斷嘅能力。咁頭先話呢兩層之後咧，第三層咧就係咁但係你要訓練一個思考方法，唔係話我講一次講個框架俾你聽，然後你就學識咗。呢啲其實係 learning by doing 嘅，好多時，即係我講完你游水嘅原理，你都要真係游過先識嘅。所以第三步咧，個課程第三部分就係一啲具體議題啦，就包括我哋頭先討論過一啲歧視嘅言論應該係咪可以 cancel 佢咧？
DEI 嘅做法 affirmative action 係咪矯枉過正咧？係咪唔合理咧？背後反映緊嗰個價值係咪有問題咧？呢一啲嘅具體討論咧，都會同大家討論，因為喺呢個討論過程入邊咧，先至 execute 到頭先嗰啲頭兩層教嗰啲思考方法嘅，點樣理解左右，點樣做價值討論，都要通過實際議題嘅討論辯論，你先至可以掌握到前教嗰啲思考方法嘅。咁所以呢個就係成個課程嘅框架咯，就係希望大家上完呢個課程之後，既可以對於一啲具體有興趣嘅議題，可以知道佢背後嘅主要嘅立場同埋背後嘅理由，之餘亦都可以掌握到一個更加 general 嘅思考方法，係唔單止 apply 喺呢啲議題，因為有好多議題係我哋冇機會喺課程入面觸及嘅，亦都將來會出現更加多嘅爭議性嘅議題。如果有掌握咗嗰套思考方法咧，就可以將同樣嘅思路 apply 喺嗰啲新嘅議題嗰度，都可以判斷邊一啲係你覺得合理嘅觀點。有趣啊！哇，即係如果大家有興趣呢啲嘅左右議題咧，不妨上學識嘅網站咧，留意下呢一個課程啦。咁啊有好多詳細嘅內容嘅。呢個課程咧就即將開始噶啦。咁啊如果有興趣就快手啦。咁啊今日學識開咪傾到呢度啊，下集再講其他嘅話題。拜拜。